穿越第10年，夫君第3次提出想纳妾，见我眼角含泪，他有些不耐烦道：“把你那一肚子的小肚鸡肠收一收。阿管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无依无靠，我只拿他当妹妹。”我点了点头，根本没仔细听他说了什么，只是死死盯着虚空中突然出现的弹幕，激动得险些跳起来。10年了，老娘终于看到穿回去的希望了。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陆廷之带着陈婉闯进我院里时，我正捏着一枚绣花针，百无聊赖的绣帕子。日子太过无趣，总要找些事情打发时间。只是10年过去，我绣出来的东西仍是不忍卒睹。被陆廷之进门的动静吓到，捏针的手一歪，针头便扎进了肉里。弹幕便是这时候出现的。哇哇哇！就是从这里正式开启了我们女主宝宝的宅斗生活。撒花！要说这个女配真是又蠢又惨，明明是个穿越女，可是一个金手指也没有，完美炮灰的配置，所以她很快就下线了啊。要说也是可怜。其实她只要在中元节那天抱着佛堂供的那个玉佛跳进后院那口枯井里，就能回到现代社会了。可惜啊，那天有刺客刺杀男主，她帮男主挡了一剑，就那么死了。谁让她给男主挡剑的？死了也要恶心人。就因为她死了，男主心里觉得愧疚，所以导致男女主误会了大几百章。真服了，就不能换个法子死啊！我死死盯着虚空中突然出现的文字。弹幕，这是弹幕，现代的东西。怕自己在做梦，我顾不上指尖在渗血，暗地里狠狠掐了自己一把，疼得我险些叫出来，眼底立刻浮起一层水光。陆廷之却以为我是在对他表达不满，他神色顿时变得有些不耐烦。把你那一肚子的小肚鸡肠收一收，阿婉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无依无靠，我只当他是妹妹。是，叽里咕噜说啥呢？别影响我看弹幕。谁知陆廷之闻言脸色更冷。宋宁，你这是什么态度？是，你是我的正妻，可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阿婉虽是孤女，可也容不得你为难她。还不等我说话，陈婉已经颤颤巍巍跪了下来。阿婉知道自己身份低微，与姐姐云霓之别，断不敢因我让将军和姐姐生了嫌隙。若姐姐实在容不下阿婉，阿婉还是走吧。她说着说着便带上了哭腔。这两人可真烦人啊！我轻抬眉眼，正眼落在他们两人身上，只这一眼便是一愣。这可真是个美人，雪肤杏腮，唇红齿白。饶是我在京城见多了美人，也不得不承认，陈婉当真是长得极好，尤其是线下眼含清泪，更显得颤巍巍我见犹怜。弹幕已经怜爱上了，比弹幕更怜爱的是陆廷之，他眼底涌上一抹心疼和愧疚，把陈婉拉了起来，看我的眼神更加阴冷。你向来善妒，若是再让我发现你使那些不入流的手段对付阿婉，莫怪我以妻出之名休了你。心头倏地一疼，对上陆廷之冷漠而陌生的眼神，我有一瞬的恍惚，我都快想不起来我和陆廷之也曾恩爱过。我是魂川，原身是个小官之女，因为爹娘眼馋镇北侯府的富贵，所以在京城人人避之不及的时候，上赶着把貌美如花的闺女嫁给了彼时双腿残废的陆廷之。原身不想嫁给一个废人，大婚前夜跳湖身亡。我就是那时候穿来的。醒来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便被塞进轿子里抬到了镇北侯府。一开始陆廷之对我很是厌恶，他自幼便是天之骄子，有门当户对两情相悦的小青梅。可惜战场上刀枪无眼，他伤了双腿后，小青梅被爹娘棒打鸳鸯嫁给了别人，他也被迫娶了我这么个八字好门第差的陌生女人进门冲喜。我刚穿过来时，那里不过是个18、19岁的小丫头，看什么都稀奇，脸皮也厚得很。陆廷之对我如何冷脸，我也不气馁，反倒打心底里可惜他年纪轻轻变成了残废，且他长得那样好，我从没见过比他更俊秀的男子。这样的人不应该在轮椅上黯淡一生。我读了许多医书，拜访了无数名医，熬了一碗又一碗的药膳骨汤，
为了找到能给陆廷之治腿的神医，我顶着所有人异样的眼神，先下江南，又上漠北，终于在我们成婚后的第3年，成功让陆廷之又站了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腿疾治愈那天。陆廷之双眼通红，紧紧将我抱进怀里时，2颗心同频跳动的声音。他说：“宁宁，是你给了我新生，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命。”那之后又3年，陆廷之将我疼到了骨子里，他又变成了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陆将军。我们聚少离多，他却无论去哪里都带着我求来的平安符。带兵打仗，再苦再累，也每隔3日给我来信一封。打了胜仗，旁人都去喝花酒，只有他从来不去，捏着我绣的丑荷包，笑得温柔。不去，去了家中夫人要生气的。他让我从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小官之女，变成了大圣朝最年轻的诰命夫人。也是在那3年，我生下了唯一的儿子玉哥。那时我天真的认为，或许我也不一定非要穿回去，有陆廷之和玉哥，或许在这里我也能过得很好。事情的转折出现在陆廷之那位青梅母家犯事，全家被砍头那年。夫家怕遭连累，将那女子休弃逐出了府。无处可去之际，陆廷之将人带了回来。他说：“宁宁，舒言他是无辜的，我不能见死不救。他要全心中的义气和情义，我拦不了，也没法拦。”沈舒言进府后，仗着有婆母撑腰，数度挑衅于我，甚至在我饭食里下药。被我发现后，他却倒打一耙，说我污蔑。不愧是世家大族浸淫100年培养出来的女人。我一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连人心险恶都没怎么见识过的穿越女，压根不是他的对手。我一开始还会同陆廷之讲，他会抱着我安慰我。可时间久了，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耐烦，对我的倾诉越来越敷衍。第一次感到心寒，是他酒后和沈舒言一夜荒唐，不顾我的哭闹，执意要纳妾那天。第2次则是沈舒言小产，即便我找来大夫证明沈舒言本就胎相不稳，小产是他设计来害我的工具，他却还是用失望的眼神看着我说：“宁宁，下不为例。”后来还有很多次，他对我的称呼从宁宁变成宋宁，我们变得相敬如宾，从前的恩爱好似只是镜花水月一场空。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这个地方不能留，他会吃了最真实的那个我，连渣都不剩。陆廷之嘴上说着拿陈婉当妹妹照顾，可在安排住处时，却将陈婉安排在了离外院书房最近的听和轩。听闻那日沈舒言哭哭啼啼找他表达了对这个安排的不满，却被陆廷之不软不硬地挡了回去。他此番去蜀地剿匪，虽然中间受了重伤，平生波澜，可最终悉数剿灭了匪军，也算大获全胜。陛下自有一番嘉奖，流水般的赏赐抬进府里，有半数都进了听和轩。他还特意交代给陈婉做了10几身实心的衣裳，请了嬷嬷教导他礼仪，要等3日后老太太的寿宴上，带陈婉这个救命恩人见一见客。听闻沈舒言气得鼻子都歪了，下人着急又生气地前来禀报，我却丝毫没放在心上。他们人脑袋打成狗脑袋也无所谓，只要不影响我回家就行。自从陆廷之纳了沈舒言之后，这些年里我大大小小尝试过不少法子，京郊的护国寺都捐了上千两银子了，可这些法子无一例外，全都失败。弹幕说的方法不论真假，我都要试一试。我自认早没了心力去掺和陆廷之后院这一滩浑水，所以到了老夫人生辰那日，我早早告病，闭门不出。可到了傍晚，不速之客还是杀了进来，是陆廷之。他一进门便眉眼沉沉地盯着我。阿婉今日落水，你听说了吧？我掌心撑在耳畔，点了点头。众目睽睽之下，我为救他同他有了肌肤之亲，此事于他生育有碍，我只能纳了他。我又点了点头，随米。府中钟馗早在沈舒言当了姨娘那一年，由婆母做主交到了沈舒言手里。这是他不该跟我说，应该找沈舒言商量才对。见陆廷之仍站在原处一动不动，我有些心烦。还有事，尽力的男人却忽地上前半步，将我从榻上拉了起来。
捏着我的下巴，迫使我直视他的双眼。他眼底阴霾涌动，身上弥散着淡淡的酒气。宋宁，我要纳妾，你为什么不生气？我一愣，下意识反问，我为什么要生气？是他自己说的，男人三妻四妾是常事。我嘴里的一生一世一双人是离经叛道之语。他还曾骂过我异想天开。陆廷之眼神有一瞬间的茫然，唇角紧抿，竟好似有些委屈。你从前不是每次都很生气吗？总要闹得人尽皆知，这次为何不闹了？还有，我这次回来，你甚至不曾过问我是否受伤。我挠了挠头，觉得陆廷之大约是喝多了，脑子喝坏了。他第一次要那沈淑妍为妾时，我的确又哭又闹，打心底里接受不了，甚至逼他和离。第二次他要那位同生共死的女兄弟，我已经没闹了，只是红了眼同他商量和离事宜。第三次他买下青楼花魁的初夜，豪掷千金，事后说那女子苦命，想要那进府里。我连眼都没红，要和离书也改成了要休书，只盼着他能放我出府。严格来说，我只闹了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闹得凶的是沈淑妍，她也是真有手段，把那女兄弟和花魁都成功拦在了侯府门外，不然这镇北侯府想必还要更热闹些。见我不言语，陆廷之胸膛剧烈起伏，倒像是气得不轻。我推开他的手，静静看着他。不是你说侯府主母要端庄体面吗？陆廷之，我还不够体面吗？他总说我小门小户出身，所以没有容人之量，根本担不起侯府主母的身份。陆廷之大约是想起了从前自己说过的那些话，他眼神一闪，似是想说什么，最终却只丢下一句硬邦邦的警告：你既晓得，那自然最好。看着陆廷之的背影，我忍不住低声骂了句神经病。还有2日便是7月15中元节，佛堂平日里都是婆母在用。她不喜欢我，在我最初进门和帮着陆廷之站起来时，对我还算有个好脸色，只是打心底里嫌弃我出身低。沈淑妍进门后，这种嫌弃达到了顶峰。我只是略提了一句想借用一下佛堂中的玉佛，便被他臭骂了一顿。屁的侯府主母，狗都不当。弹幕见我主动提起要玉佛，已经炸开锅啊！什么情况？他怎么开始注意起那个玉佛了？他不会是要跑吧？可是他怎么知道玉佛是关键的？完了，他不会能看到弹幕吧？可是他要是跑了，那后续那些因为他的死展开的剧情该怎么办？哎，怎么办？怎么办？反正我要回家。到了那日傍晚时分，趁着各院婆子换班之际，我悄悄摸到佛堂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平日里平平无奇的玉佛，今日竟好似散发着莹润的光泽。顾不上多想，我抓起巴掌大的玉佛塞进怀里，拔腿便跑。只是我刚跑出小院，眼前忽然出现一双人影，竟是陆廷之和陈婉。陆廷之神色复杂地看着我，而陈婉则咬着下唇，一脸为难。廷之哥哥，我没说错吧？姐姐虽是侯府主母，却一直偷到府中东西拿出去售卖。此刻她怀里正藏着小佛堂那尊玉佛呢。我神色一凛，陈婉怎么知道？明明我一路过来都很谨慎，七拐八绕了好多圈才混过来。电光火石之间，我忽然想到一个可能性，陈婉也能看到弹幕，所以她知道我的行踪，而她是这篇文的女主，她要保证剧情的完整性，这样她才能吃到剧情的红利。天色渐晚，他们2人的脸上好似也染上了一层阴翳。陆廷之看我的眼神满是失望，还夹杂着一丝不可置信。他对我伸出手，宋宁，过来，让我看看你怀里藏的什么。我警惕地看着他们，往后退了半步，似乎是被我的动作激怒。陆廷之额角青筋飞起，你躲什么？我早知你小门小户，畏手畏脚，做事上不得台面，可我竟不知你手脚也不干净，竟然偷到府里的东西。你那对吸血虫一样的父母从我这里拿的还不够多吗？你娘家6位嫡庶兄长的官职都是从我这里要去的，还不够吗？每个月府里给你俸禄，还有我私库拨给你的银钱，你为何如此贪得无厌，要做这种丢人的事，败坏我的名声？为什么？
陆廷之越说越怒，到最后几乎是在低吼。他紧紧攥了攥拳头，似是强行将怒火压了下去。你过来，潜心认错，我就原谅你这一次，不让这件事闹大。只是这侯府主母，你也不能再当了，自请去庄子上容养吧。他说完，狠狠闭了闭眼，似是怕自己心软。我则看着这熟悉的一幕，内心涌起一丝悲凉。这就是我同床共枕10年的夫君，无论发生什么事，只因为我出身低，门第差，他就从来不会听信我的解释，只相信别人的一面之词。今日是这样，从前无数次也都是这样。也罢，幸好我早就对他心死了。隔着稀薄的夜色，我定定看着陆廷之，一字一顿道：我不。说完，我果断转身，撒腿朝另一条路上跑去。这府中弯弯绕绕，往后院的路并非只有那一条。也幸好，我今天出门前特地穿了身改良过的方便行动的衣服。见我跑了，陆廷之下意识追了上来。陈婉则原地大喊：小偷，抓小偷啊！府里进贼了！弹幕不停在脑袋上空滚动，可我已经顾不上看他们说了些什么。很快，院落各处亮起灯光，有家丁护院奴婢仆从闻声赶了过来。我脚下一步不敢停，有几个瞬间，我几乎觉得陆廷之要追上我了。好在他双腿曾受过伤，我又拼尽了全力，所以我们一直维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越靠近枯井，两旁的风景荒凉。这是一个废弃的院落，陆廷之在身后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充耳不闻。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受够了这个可怕的地方。枯井出现在眼前，我心头一喜，几乎没有任何思考。我纵身一跃，余光闪过的最后一幕，是陆廷之奋力伸出来，试图拉住我的手。他眼底闪烁着震惊和恐慌。我提起嘴角，时隔几年最后一次朝他笑，然后整个人坠入了无边的寂静与黑暗中。陆廷之怎么也不会想到，宋宁会那般决然地跳进那口枯井里。他最后看向陆廷之的眼神，带着释怀和轻蔑，让陆廷之心头猛地一疼。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重要的东西。还不等他细想，无数刺客无声出现，将他团团围住。陆廷之身手不错，再加上刚才的巨大动静引来了抚慰，这才侥幸虎口逃生。只是他仍旧受了很严重的伤，整整昏迷了3天3夜才醒来。醒来第一眼就是找宋宁，看到宋宁好好的坐在他床畔，担忧的看着他时，他一颗心陡然落回了原地。原来那是一口浅浅的枯井，根本死不了人。他跳下去没多久就被拉了上来。他笃定宋宁跳井只是害怕惩罚，舍不得他夫人的位置而已。他心中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让宋宁尝到教训。休妻也不是不行，可这些念头都在后来的相处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被救上来的宋宁不是宋宁，陆廷之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明明身形、仪态、长相、声音处处都没变，身边的人也说这还是从前那个人，可他就是觉得哪哪都不对。宋宁不会对他露出那样谄媚的眼神，宋宁已经很久不叫他夫君了，宋宁也不会在他回府的时候第一个冲上来关心慰问他。最重要的是，他熟悉的那个宋宁，从没有用主母的身份压过沈淑妍和府里其他人。醒来的这个宋宁却要求沈淑妍和陈婉每日去他那里立规矩请安，还知道用内宅安宁有意试图这种话来堵他的嘴。不对，哪哪都不对。可是除了陆廷之，没有人发现。这种感觉无疑是可怕的。陆廷之快被这个假宋宁折磨疯了，他开始四处搜寻神医，就像宋宁从前对他那样，试图查出宋宁是不是生了重病。可大夫流水般从镇北侯府进出，却个个都说宋宁身体康健，健康无虞。他又觉得宋宁是中了邪，找了许多道士和尚驱魔除妖，收效也根本没有。绝望之际，他偶遇了一个赤发道士，那道士盯着他念念有词，忽然问他，令夫人离开时身上可否带着什么东西。
陆廷之立刻想到了那尊玉佛。奇怪的是，那天宋宁拉上来后，下人找遍了整个井底，却没发现玉佛的踪迹。赤发道人闻言抚掌点了点头，那便是了，那玉佛才是找到令夫人的关键。陆廷之神色激动又痛苦，我就知道，她不是我的宁宁，她不是。可玉佛丢了，我要去哪找她？那赤发道人却哈哈大笑，丢了一个未必没有另一个。留下这句似是而非的话，赤发道人很快消失无踪，只剩下陆廷之眼神亮的吓人。我仿佛做了一个冗杂而漫长的梦，耳边远远响起一个温柔的声音：宁宁，宁宁，这孩子怎么趴在这就睡着了？有什么温暖的东西搭在了我的肩头。我猛地惊醒，久违的熟悉的房间布置让我瞬间眼眶通红。我近乎疯狂地一把抓过桌面上的手机，有些笨拙的暗亮屏幕，上面显示2025年8月8日。我嗷地尖叫了一声，回头紧紧抱住我妈大哭起来。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妈妈，我好想你，呜呜呜。我永远忘不了这天。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执意想去新疆徒步，还因为这个和爸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吵完我就把自己关进房间睡了过去。没想到再睁眼，我就从准大学生宋宁变成了准冲喜新娘宋宁。鳄鱼听了都得做噩梦。对比穿越的那10年，现实世界里竟然只过去了2个小时。恍惚间，我真的生出那10年只是一场梦的错觉。直到脖子上有冰凉的物件随着我的动作移动，这是一枚玉佛吊坠，是奶奶去世前给我留下的遗物。除了大小不一，其他地方和镇北侯府的那尊玉佛一模一样。心情复杂了片刻，很快我又开心起来。还是现代好啊，充满汽车尾气的空气闻起来都是甜的。这段离奇的经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像每一个平凡的女孩一样上大学、考研、读博，从普本一路逆袭成为国内顶尖学府的博士，找到了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10年过去，和陆廷之的那些爱恨过往早就变成了一场梦幻泡影。我开始笃信那只是一场梦，甚至很少再想起。直到2035年的中元节那日，艳阳天突降暴雨，我冲进自己买的小公寓楼下时，眼前蒸腾的水汽中忽然浮现2个熟悉的影子。我瞳孔骤缩，那是陆廷之和我那便宜儿子陆家玉。即便10年过去，这2人变化极大，我还是一眼认了出来。无他，实在是大街上很少见到这般穿古装的父子俩，一定是当牛马累出幻觉了。我转身就走，那2人拔腿就追。我自信满满，10年前我就能甩开陆廷之，更何况10年后。可惜我忘了还有个正值腿脚利索年纪的陆家玉。他追上来便抱着我的双腿，扑通一声跪下，大喊了一声娘。陆廷之那双略显沧桑的眼也变得通红。宁宁，我总算是找到你了。不想被路人围观，我冒着大雨找了家饭店，要了个包间，把他2人塞了进去。刚关上门，陆廷之伸手便想要抱我，语气激动：10年了，宁宁，我老了许多，你却还像当年一样美。我差点把隔夜饭呕出来，闪身避开陆廷之的手。见我闪避，他眼神微暗。我知道你怪我，当年是我识人不清，误会了你许多，可你也不应该说走就走，还来了这般奇怪的地方。他打量了一圈包间的装饰，眉心皱起，目光又落回到我身上。还有，我刚才就想问了，你这是什么打扮？手臂和腿脚怎能露出来被外人看到呢？我看路上还有不少不知检点的女人，大腿都露在外面，成何体统？宁宁，你定是被他们带坏了，这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你乖乖跟我回去。你就还是我陆廷之的正牌夫人，你这些勾栏打扮我也既往不咎了。我不耐烦地啧了一声。我们这个时代女孩子就是这么穿的，把你那封建大爹的味儿收一收，我爱穿什么穿什么，你管不着。再说了，我及膝长裙算哪门子的不检点？陆廷之脸色泛青，我是你的夫婿，你怎能这般跟我说话？我皱眉看着他，深吸一口气，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回家吧，孩子，求求你快回家吧。想要让他理解这个时代，无异于让大猩猩理解生物进化论。我没那闲工夫给他做科普。
听我这么说，陆廷之却罕见的面色缓和了一些。自是要回家的，家中叔颜和娘还在等我们。这10年我为了找到这尊玉佛，让他们跟着吃了不少苦头，行哥也受了不少委屈。镇北侯府虽然没了，但我和玉哥父子齐心，定能再给你们挣一份家业出来。我听得一头雾水。不是，等等，行哥是谁？还有，镇北侯府怎么没了？在陆廷之的讲述中，我才逐渐了解了这10年我在现代过着平稳顺遂的生活，他们在古代却经历了巨变。原来当年自从那位赤发道人告诉他关键在玉佛身上之后，他公务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寻找那尊玉佛上。功夫不负苦心人，几年后还真让他找来了一尊一模一样的。陆廷之喜不自胜，此时那位真正的宋宁已经被他送去了庄子上。他在府里做了无数次尝试，光那口枯井便跳了180次，可没有一次成功。中途陆老夫人为了让他心思往正道上放，买来几位温柔貌美的妾室，哄着陆廷之安生了一段日子。就是在这期间，陆廷之膝下添了几个女儿。至于行哥，则是沈叔言生的。可我莫名消失这件事，成了陆廷之的一块心病。妾室也只是几个月的新鲜感，他很快又开始了新的尝试，整日茶不思饭不想，连公务都有些倦怠，也因此犯下大错。虽性命无虞，可镇北侯府还是被连累抄了家。抄家之后，陈婉便不见了。不久后，陛下后宫新添了位婉嫔，他们一家子缩在城西的棚户区过活。陆廷之也渐渐弄清楚了玉佛的作用机制，并且在今天成功出现在了我面前。他看着我，说着大度的话，神色却有些埋怨。虽然是因为你才害得全家沦落至此，但能找到你，这些吃的苦也算值得。舒颜如今做些针指缝补的活计，贴补家用，娘当年偷偷藏下来的一些首饰也已经悉数变卖了。宁宁，我记得你当初曾在府里做过许多有趣的小玩意儿，什么牛乳移子、玫瑰花露。等你跟我回去了，这些小东西也可以着手做起来，家中也多一个进项。现年16岁的玉哥显然没有他爹那般委婉，他盯着我，俊美的脸有些变形。娘，若不是你乱跑，家中也不会有此一劫，你还是快跟我们回去吧。方才忙着被陆廷之恶心，我都忘了仔细打量这个儿子。10年了，他从当年粉雕玉砌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清俊的少年郎。只是不同的是，当年他眼底对我颇多不屑和厌恶，如今却多了几分如沐。他说，娘，这么多年，我做梦都在想你，你毕竟是爹爹的发妻，旁人再怎么样也越不过你，便是看在爹为了找你做出的牺牲上，你也应该乖乖跟我们回去。我看着玉哥那张跟我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的脸，半晌忽然笑了。可是玉哥，当年我问过要不要跟我走，你斩钉截铁说不愿意啊。看到弹幕第2天，我便跑去找了玉哥，围在他身边，小心翼翼开口，宝宝，如果娘有个顶顶好的地方想带你去，你愿意去吗？时年6岁的玉哥朝我翻了个白眼。你能知道什么好地方？祖母和姨娘说了，你出身低，没见识，跟着你，我定有吃不完的苦，不去。当时的心酸和难过，时过境迁，早就已经淡了。可他朝着我翻白眼时，脸上的厌恶我还记得。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大记得清楚了，只记得我说了一下午，说的口干舌燥。玉哥始终没想过跟着我这个娘。也的确，在他眼里，爹爹是大将军，祖母和沈姨娘都出身名门，只有我这个亲娘门第不显。再加上他从出生就被老夫人抱走养在膝下，不知被灌输了些什么，跟我还没有跟沈叔言亲。当年为了他被抱走的事情，我哭过闹过，却仍是无力。所以这孩子不跟我亲，我也理解。见我提及就是，玉哥眼神一闪，抿了抿唇。娘，当年我年纪尚幼，你难道要跟亲儿子记仇吗？我说，不是跟你记仇，只是我心里门清，你哪里是想我这个亲娘？分明是沈舒言也生了儿子，你的地位岌岌可危。你这才想起你还有个被你爹爹惦记的便宜娘亲吧，乖儿子。被我说中，陆家玉恼羞成怒起来。你本就是我娘爹爹的妻，我们一家3口何该一直在一起？这父子俩从前是非绫罗绸缎不穿，
如今却一身粗布麻衣，可见日子过得很是窘迫。这么穷了还要找我，真是因为对我感情深厚。我心中浮现出一抹狐疑和警惕，脸上却带着笑，试探道：可是也不是想回去就能回去的吧？陆廷之和陆佳玉见我态度松动，眼神一亮。宁宁，我这般说，自然是有把握能带你回去。今日是中元节，只等有时一刻，我们带着你再跳进当年那口枯井里，就能回去了。不是，怎么可能还找得到那口井啊？陆廷之自信一笑，信我，我等了10年，自是有万全的准备。心头浮起一丝不安。正在这时，我刚才进门时，为了应付服务员随口点的菜，陆续上来。陆廷之父子俩大约是久未沾荤腥，看到桌上的菜，忍不住大快朵颐起来，连食不言的规矩都忘了，直呼好吃。宁宁，这边的厨子手艺真不错，你在这边多年，定也学了不少东西。不如回去我们开一家14，你来掌厨，便用这几道菜做招牌。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一会让我做手工，一会让我当大厨，指着我发家啊？那你们父子俩干啥？2个人风卷残云，很快吃饱喝足。时间已经快到9点了，中途我几次试图遁走，可这父子俩像看犯人一样看着我。我想过报警，可转念一想，又怕他们如果今晚回不了他们的那个时空，就会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那对我来说更是噩梦。所以今晚无论如何，我要把这2个人送回去。很奇怪，陆廷之分明没有计时的东西，可到了9点整，他却猛地站起身来，对我语气温柔道：到时间了，宁宁，我们走吧。我忍着心头的忐忑，在他们父子俩一左一右的夹击下，跟着他们下了楼。走了几分钟，便到了我住的公寓楼下。只见陆廷之眼底光芒闪烁，到了，就是这里。说着，他在我的注视下，缓缓拉开下水管道的井盖，又从怀里小心地掏出那尊玉佛。和10年前那个夜晚一样，玉佛闪烁着温润的光泽，连我脖子上挂着的小吊坠都泛光温热了起来。玉雕的嘴角似乎带着一抹笑容。更诡异的是，平日里这个时间，这栋楼门口人来人往，很是热闹。今晚天却黑得像浓稠的墨汁，路上灯光昏暗，目力所及之处，一个行人都没有，连周围的大楼都没有亮着灯的。陆廷之看着我，唇角勾起：宁宁，只要回去，荣华富贵就还是我们家的。我正纳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听到陆佳玉掩饰不住兴奋的声音：是啊，大师说了，娘你是极品旺夫命，是爹爹兴旺发达的贵人，只要有你在，爹爹定能东山再起，咱家也定能再过上昔日锦衣玉食的生活。原来如此，什么深情想念，纯属胡扯，打着吸我的运势旺自己呢？能让你们目的达到，那我就不姓宋。时间1分1秒过去，有时一刻，也就是9点15分的那瞬间，陆廷之和陆佳玉忽然一左一右使劲捏住我的胳膊，拉着我就往下水道跳下去。千钧一发之间，我瞬间抬腿顶向陆廷之胯间，他吃痛松手，我又猛然反手折断了陆佳玉的手臂。在他们父子2人杀猪般的嚎叫声中，我飞起一脚，将他们一道踹进了井里，接着又迅疾出手，拉过井盖，严严实实盖上后，一屁股坐了上去。有微弱的光芒从井盖边缘渗出，隐约间，我似乎听到有人大喊：宋宁！我拍了拍手，嘿嘿一笑。这10年的跆拳道不是白练的，女人还是得强壮点，给自己点个赞。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在最后把那尊玉佛毁了。我懊恼的这片刻，眼前的浓稠的黑渐渐褪去，路上又恢复了往日的人来人往，周围的霓虹也耀眼炫目了起来。我深吸一口气，忍不住再次感慨：现代真好啊！虽然不知道我脖子上的玉佛是鄙视陆廷之他们找到我的关键，可经此一役之后，我还是不敢再接着戴这个挂坠。趁着周末，我和爸妈回了趟老家，把吊坠和奶奶的骨灰埋在了一处。这里是山野深处，就算他们还能再来，光想从这里走出去都得好几天，更别提找我的踪迹了。当然，我更希望的是我奶奶能直接吓死他们。
希望一向疼爱我的奶奶不要让我失望。回到城里后，我做了个噩梦，梦到陆廷之他们过得很是凄惨，连温饱都成问题。每到这时，他就会恨恨地盯着院中一口枯井。我从梦中惊醒，睡意全无，随手打开小说软件，准备找本无脑爽文看一会儿打发时间。刷到一本名字和简介感兴趣的小说，我点进去，却发现那小说前面似乎是被人突兀地掐掉了。进去就是第88章，出场人物的名字一一在我眼前铺陈开来：女主陈婉，男主陆廷之，炮灰穿越女配宋宁。心头一跳，我试探着在章节最前面已有的2条弹屏下面留下一条最新的，所以他很快就下线了啊。要说也是可怜，其实他只要在中元节那天抱着佛堂供的那个玉佛跳进后院那口枯井里，就能回到现代社会了。冲啊！炮灰女配宋宁。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